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可谓是目前为止可信度最高、最为离奇又挺真实的一个传说。人们不仅见到了龙，还抢龙骨、吃龙肉，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呢是开始于2013年的6月24日啊，一名 ID 为1962的博主呢，在贴吧里面就发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求助帖，里面就说90几年啊，三桃乡好像打死过一条龙。好像是真的，后面还拉到了扎西体育馆里展览，哪位大神有当年的图片呢？后面龙头呢被某个部门好像拉走了，交通报上呢也有帖子报道。这个事件一经发出呢，立刻引起了网友的轩然大波和讨论嘛，留言区呢瞬间爆炸。有的网友呢斩钉截铁地说啊，确有其事，还曾经看到过当时报纸上的照片。更有人爆料说啊，当时甚至有人公开叫卖龙肉，一斤龙肉的价格呢抵过当时的半头猪。甚至还有传闻说，扎西街上呢有钱有势的起码1/4的人啊，都买过龙肉品尝。那其中一位 ID 为34路的网友描述就是更令人毛骨悚然嘛。他说这件事情啊应该有20年了，我家离那个小学啊当时不远，那时候我好像在读4年级。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去看的时候啊，骨头呢当时都已经被抢光了，只剩下一大堆肉。他说我看到那些肉啊很厚很白很粗糙，皮上呢有稀松的那种黑毛。只听当地人说啊，他们说是像是猪头的形状，但是有角。我当时也弄了点肉回去喂狗，结果我家的狗闻了一下，立刻就跑了，也不敢吃。而且这东西的头呢，像是被刀一刀切下来的，反正啊，传说是被雷打过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要出来祸害百姓，后来头骨呢、牙齿、脚啊都被收走了，具体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就在众多网友的回复之中呢，终于有一位知情人士现身了，他就爆料了当年他亲眼所见的事情的经过。他说呢，此事确实是真的，但是卖肉一事是假的，因为有人把肉拿回去啊，说是很难吃，只是骨头和脚呢被抢光。他自称呢自己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具体呢也不记得是90几年的事情了。当时呢他好像在读小学3年级。事情呢他说是发生在一个暑假之前，几天前呢刚下过几场暴雨。事发地点呢就在他所读的塘坊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周道红小学。距离30米的那个小河桥下呢，他说这条小河也就5米宽，水的源头呢距离桥呢也就5分钟的路程。这个地方呢叫做水洞子，从水洞子里流出来的。因为没人知道这个洞里面还有多少水，也没有人去打探过。去年还干旱了几个月，但是这里的水却依然不断。而三桃乡的很多人都是靠这里的水啊度过了干旱的夏天。他就说啊，有人发现龙头的时候是下午，很多人还在这个地里忙活，并不知情。但到了晚上啊，知道的人就多了起来了，手电筒、火把、什么杀猪匠、大砍刀齐上阵。而硬的骨头和牙齿呢、脚都被参与的人给分光了，但肉呢非常多，而且很粗糙。杀猪匠就说啊，这个肉肯定不好吃。他们那边的那个地方的肥猪啊，每家至少有2头以上，所以啊不缺肉吃。很多人只拿了一小块，其实呢也是有10多斤的。有人想拿回去品尝嘛，而这个网友说当时他也自己弄了一块回去啊，但是自己不敢吃，就先拿给狗狗试试，结果狗闻了一下转身就跑，而且是嗷嗷叫的那种。所以很多人当时都傻了嘛，狗都不吃，人怎么敢吃？于是就把肉给丢了。那剩下的呢都搬到了学校的操场，堆到一块，体积呢就跟一辆就是货车拖的那个拖车一样差不多，估计有2吨重。根据传说啊，说那条龙的龙头啊是刚出洞子的时候呢被雷击给切了下来。那为什么雷要切它呢？据说这个龙到哪儿呢，水就到哪儿。还有就是龙是不会啊往桥下过的，因为很多的桥下在古代那会儿都挂着一把长剑或长刀，现在的桥重新修过嘛，不知道挂的长刀还在不在下面。所以这个龙呢只能走桥上，要是让它上山的话，那水也会跟着上山，那岂不会淹死很多人吗？网友还说啊，因为他去的时候啊，整个龙头已经被大卸8块了，没有看到具体长什么样子，只有看到皮肉是白色的，毛是黑色的，长得跟猪毛差不多，但很少，距离呢有3厘米。他们说啊，就像是个猪头，猪颈呢是被整齐的切了下来，所以那里的人都说啊是个母猪龙头，所以真不敢想象当时那个头得有多大。但这件事情没过几天呢，县公安局就来人了，没收了龙骨和脚，把肉也拖走，但事后呢也没有给回复。此后一段时间呢就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也就渐渐淡忘了。当时有点文化的人猜想啊，可能是水洞子里的那个大型动物跑出来。
但是头为什么会被切下来，没人知道。时隔10多年呢，网友们都有了自己的电脑和网络嘛，所以有一天突然想起此事呢，大家就开始网上搜一下，结果什么都没搜到。今天呢，无意中看到此帖倍感兴奋，于是呢，很多人立马注册账号进来回复。还有很多人说，如果大家不相信呢，都可以去打听一下，当年呢杀猪匠那些人现在还健在的。而这篇帖子呢是2013年发布的，慢慢的被传开呢，大家都知道是在2023年。并且呢，有位 ID 叫做帕奇寻龙的博主呢，得知此事之后，还亲自真的去了三桃乡，实地问了一些老人和老一辈的村民了解情况。视频中呢，博主就问一位80多岁的老人嘛，他说普通话还听得懂吧？90几年的时候，在你们这儿可能是有一个像龙一样的头在你们这个堂坊这里，然后你们当地人说那是母猪龙，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印象呢？老人说有印象，说嘴巴还那么长。而且老人还指出说，当时那个头是被卡在这个位置的。据这位80多岁老人说在90几年的某一天呢，因为连着下了好几场暴雨呢，小河发大水，所以他们在桥头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猪头浮在水面上。于是他们就用木棍呢把那个东西给赶上岸了。结果发现呢不是猪头，这个东西呢只有头没有身子，而且头异常巨大，有着像鱼一样的皮肤，嘴巴很长，而且下面有獠牙。有村民就说呢，这就很像一条母猪龙。很快呢，看见龙头的消息呢，立刻在周边传开，村民们从四面八方都赶过来，一帮人呢把龙头就抬到了学校。在这里聚集的人于是就越来越多，人们就开始纷纷上前割龙肉、抢龙骨。有的村民就说呢，他们回家烹饪那个龙肉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肉块一下锅居然化成了一滩水，而且腥味还很重。后来乡里面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把这个龙头整个给拉走了，至今呢下落不明。那相传呢，在三桃乡这个地方有个叫龙塘的地方，里面住着2条龙。当时呢，有人听到龙塘里面有奇怪的叫声，而且每到夏季呢，龙塘里面的水依然源源不断。有村民还说只要在龙塘里面倒入生石灰不到半个小时呢，上百条鱼就会浮出水面。就在前几日呢，天空下起暴雨呢，河道暴涨的时候，有一条龙还准备出洞，就在龙头伸出洞口的时候呢，于是被雷给劈了。于是龙身呢，则被另一条龙又拖回了洞里。事情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就跟大部分的都市传说是一样的嘛，都是老百姓们以讹传讹流传在民间的小故事而已。然而在帖子的最后一篇回复中网友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那就是在1995年的8月11日微信报上的一则新闻呢，标题赫然写着三桃乡发现了一个雷电击死的怪物。文中就写到7月26日，三桃乡的三桃村芹菜湾社呢，发现了一条被雷电击毙的怪异的动物的头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当天早上呢，一位叫陈香彩的妇女呢，挑水从门前的小河上路过时，发现离河不远的河中有一个怪异的动物头。陈回家之后向邻居们说，于是该社的江耀先随即前往河中，将其打捞到了学校操场观看。该怪物的头呢重80余斤，颈部直径60厘米，肉质呢厚18厘米，嘴长约30厘米，上嘴唇呢像牛，下嘴唇像马，额头像猪，鼻子朝天，双眼窝呢8厘米，上下的牙齿约13厘米，而牙齿之间呢由于磨损和侵蚀而形成了5毫米的那种磨痕，手能够感觉出摩擦后的纹路，牙齿坚硬，骨质为石灰质，头部的皮毛呢似火烧过一般，分析为雷电击死。由于很怪异嘛，其肉骨牙呢被围观的群众当时就给分割精光了。额头下的肉呢外表像猪皮毛一样，但是呢没有皮层和肉质，像鱼类，具有很浓的鱼腥味。而且当时的笔者还动员群众们将部分的那种骨肉牙现出，勉强按照原来的样子恢复成型。恢复成型之后呢，又判断不出与哪类动物相似。人们会问此物为何物呢？其尸身在何方呢？当地的群众引导下呢，笔者实地观察，又观察了人们称之为龙塘的地方。走到那里呢，龙塘的水水深莫测，塘内溢出清澈的河水，成为了小河的源头。群众们就说塘中呢常有鱼群出没。一个妇女还说她曾听见洞内发出过叫声。又有人说曾经有一个人在洞边的漆树上割漆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洞中发出过龙吟的叫声，然后这个人就被吓得从树上掉下来。还有人说，当有人搅动池塘里的水的时候呢，洞内也会发出叫声的。到了8月2号呢，还有人发现洞内又冲出过一些肉块，分析呢，该怪物的尸身可能已经在洞内腐烂了。
目前呢还向省内的有关部门联系鉴定。以上呢就是这个招通报以及知情群众和老人口述中的怪物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情呢是确实发生过的。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分歧嘛，知情的群众说此物有角，而报纸上呢从收获来的骨头中并没有发现角。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龙呢？如果不是龙，它又会是什么呢？难道是蛟龙吗？也就是龙成型之前的蛟。还有呢，如果从报纸刊登的照片上去看的话，龙头的顶部的位置呢是有向上延伸的部分。虽然照片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嘛，这里可能就是龙角的位置。但是不知道是独角还是双角。传说呢，宇哥之前就讲过嘛，蛇精100年成蟒，蟒再成蛟，经过500年呢成蛟龙，1000年呢出独角，走蛟渡劫讨风阵，最后4爪变5爪，独角变双角。因为4爪呢只能翻江倒海，而5爪呢能够腾云驾雾了。而从这个东西所处的环境以及骨头的特征以及控水不语的那种能力来看呢，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蛟龙。如果是1000年修行的蛟并且有了一定的道行，它必经过3次渡劫才能够化为龙，又称为走蛟嘛。首先蛟龙呢必须会控水，而引发天降暴雨，洪水可以扩宽河道嘛，然后走出深潭前往大江大海。那就在它离开洞口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遭遇第1劫天雷嘛。所以这条蛟呢显然没有躲过。如果它躲过天雷呢，接下来就会遇到桥下的斩龙剑。以前人们在修桥的时候，桥下就会挂一把剑，防止这个蛟在走蛟的过程中把这个桥给冲垮。一些道行高一点的蛟呢能够闯过此关，反之呢闯关失败，道行尽失。接着呢就是最后一关讨风。在走蛟的过程中成功之后呢，第一个看到它的人呢，如果说河里有一条大鱼或者是木棍，那么前面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化龙失败。如果有人说这是一条龙，那他可能就会成功的游向大海，而化为真龙。那具体的这个三桃乡遇到的龙头是龙还是蛟还是其他不明的动物呢？或许只有找到对应的角和完整的照片呢，才能够判断了。无论真相如何呢，这场发生在云南偏远山区的龙肉事件呢，都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悬念嘛。它究竟是民间传说与自然现象的偶然巧合，还是古老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显现呢？或许某些未知的生命形式正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存在着，等待被我们发现的那一天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